画一下这个飘带。啊，两个包起来的花苞。这种包起来的花苞它还没有开始长出来，还包着的。枝干，还有它的一个这个花托，我们称之为飘带。好，这个花苞我们可以画2个啊，画2个，再画一个。我们画2个可以画的稍微的，它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一点点。这个纸有点拱起来，把这里压一下。这里后面画一个小一点，也是一样的，包起来这种。非常小的这种花苞啊。非常小的这个花苞。这2个花苞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最下面还有一个，最下面有一个，我们把这个花托也加一下。好，把这个掉在地上的这个我们也加上这个花托、叶子什么的。好，这个是掉在地上的这一个，我们从这里也有一点叶子啊，也画出一点叶子来，画一点嫩叶出来吧。
好，我们稍微的勾一下叶茎啊，现在直接线勾，不要勾太多，这个叶茎随意的勾2下就可以了。像这个花托也是可以勾一下。小花朵的我们先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画一下这个整幅中间穿插的一些叶子，那么就要另外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。我们画叶子什么颜色大家记得吗？好，我们画这个老叶子啊，老叶子是这个花青加藤黄，花青加藤黄，然后我们先加点水把它调和。花青加藤黄，待会儿会加一些墨进来啊，待会儿加一点墨进来。花青加藤黄一调，它就是这种很嫩的嫩绿色啊。就是你如果想把它的颜色画的比较嫩一点，你可以藤黄多一点；你特别想画的蓝一点，你可以这个花青多一点。然后我们再加点墨进来，我们加点墨，这一个碟子有墨，我们用这支笔慢慢的蘸一点墨往里加。慢慢的往里加，大家要看调色，家人们仔细看一下调色，每一次的调色都是在直播间完成的。这个是花青加藤黄，然后加墨，把它调成一种墨绿色，调成了一种墨绿色。好，我们这边画一下，先把它这个叶子的位置定一下。这一组从这里出来，下面2组。好，我们刚刚调的这个画老叶子的颜色，笔上蘸满这个我们刚刚调的这个墨绿色。好，我们先在这里画一组叶子，先在这里画一组叶子。这个叶子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样子画一片叶子。好，这一片叶子的话，这边还有一组。好，它这边露出来一点，这个一组叶子，然后下面还有一组，
我们笔上没有这个底色，我们还是要沾一点这个底色，这是我们调画叶子的颜色。有的时候我蘸颜色的时候没有在这个镜头下面，但是你们要知道笔上干了，我告诉你们笔上没有了，你就要去蘸颜色了。好，蘸了颜色之后，笔尖蘸这个墨，来画这个叶子。好，轻轻的下笔，重重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一笔大一笔小，我们这两边这两笔要有区别，不要画成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后面这个层次，后面这还有一片叶子，它是穿过来的，穿过来我们可以把它画淡一点的层次，直接让它穿过这一片叶子。你看一下这个纸好的话，你直接后面的叶子穿过来也不会影响前面的这一片叶子。好，这边我们来一个侧面的话，侧面的这个叶子。好，这边还有一组，这边也是一组哈。你笔上干了，你就要沾颜色，笔上干了就要沾颜色。那这一组我们可以把它画到顶，把它画侧面一点的这种感觉。还是一样的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有的地方我们要画浅一点的话，你就不要蘸刚刚我们调的那个颜色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蘸一点水什么的，蘸一点水，然后蘸一点墨去画它。好，这个是一组叶子啊，这个是一组叶子。其实这里有一组这个深色的叶子就已经够了。本身这里还有一个叉，我们会画一些嫩叶子，画一些嫩叶在这里。待会儿我们到最后我们再去加这个层次，我们先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一点叶子啊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点叶子。这个墨刚刚加的有点多，这里一组，这个纸有点鼓起来了。特别是这个花旁边这个叶子，我们要特别小心一点，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就没有画好。不像这个外边的叶子，我们可以大笔的画过去。好，这边我们加一组叶子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一片叶子，然后一边还有一片。好，这里一片叶子，从这里可以掉下来一小片叶子了，露出来一点点。跟这里重叠，跟这里连接起来。好，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叶子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叶子，我们加一点叶子上去。这边来一组。
这里一组叶子。好，这里来一组，这边来一点，下边来一点，来一点叶子啊。这里来一组叶子。这里可以挑出来一组。画叶子的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我们加上一些叶柄，有些地方这个叶柄没有，我们加上一些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再加一些嫩叶的层次，再加一些嫩叶的层次。这边加一些嫩叶，这个小花苞上加一些嫩叶。这个笔上太多朱砂了，不是朱砂，朱标，太多这个朱标在上面了。加上一组嫩叶。看一下哪里需要加嫩叶子，我们这边加一组嫩叶吧。这上面这一组的话，我看一下需不需要加这个叶子，来一组也可以。不管是嫩叶还是老叶都是这样子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
这边还来一点点嫩叶的层次，这个后面再来一点嫩叶的层次。后面有一些这个嫩叶的层次在。好，这个笔尖要有一点胭脂啊，从这个黄色的花里面也找出一点点叶子来，把这一朵花给衬出来。因为这个浅色的花要有这个边缘，要有这个东西来衬出来。让它有一些后面的这种淡叶的层次。来看一下这边再加一点这个淡叶的层次。这里来一点嫩叶子的这个层次。这边可以加一组叶子啊，这边也可以加一组嫩叶子。这里来一组叶子。我们这里还有一朵还有一朵小花啊，还有一朵小花，一朵后面的花，在这个叶子后面的还有一小朵。
看一下放在哪个位置，放在这里吧。放这里这一小朵，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藤黄。最后一朵我们的颜色也写了啊。底色还是太白、三绿、藤黄、珠标、赭石。也可以不用底色了。最后一朵的话，我们不用底色了，直接藤黄、珠标，直接用画叶子的藤黄、珠标、赭石，我们再弄一点赭石出来。因为那一朵它是后面的，隐隐约约看到一点点。直接调这个藤黄，藤黄它本身也是一种实色，覆盖力是比较强一点点的。藤黄调一点珠标，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赭石，然后我们开始画最后一朵，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层次啊。所以我们画后面的这个层次的时候，我们不用把它画得太过精细。因为这个花它是这幅作品里面它要有一个主次，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去点它，有些地方，当然这种。好，我们这个直接让它去，直接用我们的笔去把它外观把它点出来，点出有大有小，调一点藤黄，调一点珠标。好，有的地方大一点，小一点，直接这么去点，可以随意一点的啊，随意一点点。这可以点一个大一点的。好，我们就点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把中间的心稍微的加深一点。好，这一朵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不用把它画得太精致，不需要它太精致。好，加了这一朵花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再调整加叶子，整个画面再看一下哪里会有一些不好看的地方。我们这边把它叶子让它破边它，叶子加出来，加一些嫩叶吧，这个藤黄加三绿，加珠标，加这个胭脂。好，这一组叶子。好了，基本上差不多。然后这一块有点平，这一块有点平。有点平，我们加一点点这个上面一张也是有加的，加一点点这个嫩芽，加几个嫩芽上去，破一下这个平哈，这一条斜线这样子斜过来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它就不好看。我们加一点点这个枝干，加一点点嫩芽。
再来一条，穿插过来。长一点点，高一点点。我们不要把它高过这一组花就可以。长一点点。好，加一点嫩芽上去。嫩芽我们一样的用这个藤黄和胭脂，有的时候你这个嫩芽就用藤黄和胭脂2种颜色去点就可以了。这个嫩芽我们点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要有大有小，不要点成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啊。它其实这个嫩芽它最终它会要长叶子出来的，但是一般到最后花已经开了之后的这个嫩芽，它是长不出叶子，它始终都是嫩芽，它就是嫩芽，已经不会长出叶子。花已经开了，因为它的花季比较短啊，就是这个牡丹花的花季比较短，基本上你花已经盛开了之后，最后的那些嫩芽都长不出来。但是前面这些花都是在嫩芽里面长出来的，前面的所有的花都是通过这个嫩芽慢慢长，长成这个长大一点，然后里面长一个花苞，然后再开花。但是到最后，因为它的牡丹花它就是开一次，它不会说一直开的那种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苞加上。露出一点点啊，加上一点点就好了，加上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来勾一下这个叶筋，勾一下叶筋，勾了叶筋之后，我们画这个花瓶。勾完叶筋之后，我们画花瓶了。这个花瓶，我觉得这个颜色里面，花瓶还是画了个3绿色，特别好看。正好这一个花苞它是一个3绿色，然后我们下面画一个花瓶，然后让它呼应，整幅作品它就又有这个呼应的关系。你看这个花苞，我特意把它画的特别绿啊，特别3绿。勾一下叶筋，这个老叶子我们用这个龙墨来勾啊，用龙墨来勾。勾叶筋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勾的太横向了，勾的稍微斜一点啊。大家斜一点啊，要这样斜一点，大家看一下我勾的时候，那往这下面斜一点啊，一片叶子不要勾太多，勾太多了它就显得整片叶子都是叶筋，就显得有点俗气。我们要勾大气一点，不要勾太多了。那像这样子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这样子勾一下就可以了。每一片叶子不要勾太多笔。
勾上叶筋。这个嫩叶我们直接用胭脂勾啊，现在嫩叶是用胭脂在勾。我们还要画一个花瓶呢，这里看一下这个花瓶得要多大？觉得这个花瓶得要画大一点。好，来画一个花瓶。花瓶我们先用这个深绿色，用这个深绿色。调这个深绿色啊，深绿色。好，这个下面我们用这个其他的颜色，下面用点这个赭石吧。这个花瓶这个颜色是随机的、随意的，没有特别的去考量，特别的去考虑，就是看你自己想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吧，没有太重要。有一点晕开都没关系。好，我们这个绿色的，然后我们要重新再做一下这个，用这个金色的，你们有金色的颜料吗？渐变色的花瓶，渐变色，它干了之后，这个颜色会很浅的，干了之后颜色会很浅。
好，我们用一个碟子挤点这个金色的啊，金色的，然后我们用这个画花心的这支笔，有点干啊。我们把它画一些纹路，加点水吧，太干了一点点，稍微干了一点。这个纹路的话，你们随意的画这个框，不要太平均了，这个框。可以，这个框这个格子里面有大有小，这格子要有大有小，不要画的太平均，搅一下，加一点点水，太干了。有一些格子很小。这种格子大家都会画吧？这格子大家都会画，就是画出大小不统一的这种格子，比较现代啊。这种瓶子简单又富贵又好看。这个画这个瓶子，这个开裂纹没有什么技巧啊，你就画出这个大小不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框来就可以了，你们就按照这样子去画就行了。要区别，要有区别，不要画太一样了。
好，这个花瓶就这样子。我们还要画这个落下来的这个花片，落下来。哇，天呐，这个盘子洗了，我再挤一点点颜色出来，画出一些各种颜色的这个花片落在地上的这种花片啊，落在这个地上的这个花片，我们来画一点点。小花片，小花片。我们不要画的太平均哦，不要在一个地方啊，画的在一个地方。像这些落下来的这个小片，有很小的小碎片。拉上一点，让大家镜头看远一点。这边还会有一些啊。落下来小碎瓣，我们不要太多太散了。可以再淡一些，来一点再淡一点的。那这一块我们让它最多，这一块最多，多的、少的，还有更少的，我们不要全部画的太散了，不要画的太散了。它分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，一个摆放。你看这一堆是最多的，这里堆最多的这一堆小一点的，然后偶尔会跳出几个。这样子才会协调一点。好，这一幅作品就这样完成。